OK， 这个是新到的800x，这个是已经上了临牌的一个车了，那么按理说就应该是量产版本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车整体的一个感觉。看一下坐高啊，我现在170的身高，175的腿长的话，基本上是前脚掌着地，然后能够感觉到后避震还是比较软的，在这个级别里面还算比较舒适的一个避震。离合已经被干掉了，整个这个第一视角上手把的这个质感是不如无极的那一套的，当然是新开的一个模，然后里面也是用的微动的开关。不过整个的模具感觉造型方面是差点意思的。充电。我这个屏幕的这个反应时间有点长啊。一个大竖屏。但是它续航只有300，油耗太高了。对。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东西的。大灯是自动大灯，通讯录骑行模式，看一下骑行模式吧。Sport Eco，OK， 现在是 Eco， 你待会儿调一下。然后是 ABS 开关 ，ABS 目前是开启前后轮的情况，然后它可以单独关闭后轮，也可以全关。这个可玩性还是比较好的。TCS 的话，只有开启和关闭2个模式。看一下更多设置，蓝牙和胎压画面显示，看一下画面显示。显示模式夜间的话就是黑色的，那么昼间就是白色的。这个按键我感觉没有太考虑人机工程学，这个按起来大拇指这个地方有点酸，因为它是这样别着上去的，如果在这个位置就会好很多。OK， 我们还是先推出去。整个车推起来的这个感觉，重量感还是很轻的，这个左右晃的这种重量感。这个车前刹是一个杭特的，前面的泵也是杭特的双浮动卡钳，是带有一个这种护杠的。OK， 我们先打火，打火速度挺快，而且虽然能够听到一些杂音，而且怠速也不太稳定，但是整个震动感控制得非常好，手把上面感觉不到震动，然后坐垫上面是一点震动都没有的感觉。这个是一个拉线油门啊，开启的这一下的重量是重了一点。仪表的延迟还是比较严重的，没有50控制的那么好。OK， 然后离合的控制还算 OK， 前面是一个 Type C 加 USB， 这个是没问题的。OK， 我们试一下。这个地方有点烫啊，这个车架的这个侧面是非常烫的，我刚才大腿直接挨上去了。这个位置特别的烫，因为它这个覆盖件没有覆盖到这个车架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后期可能得贴一点这种防烫贴吧。这个是没有电子快排的，完全是一个机械式的东西，完全得靠你自己。TC 现在是介入的状态，你给大油它会直接帮你按下来，你给大油它根本就不会翻过去，它会帮你把车给压下来。它是一个很粗暴的这种断油的方式，这个 TC 我感觉是不太好用的。制动2齿给人的这种线性的程度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个 TC 真的很烦人啊，
它完全不让你正常的给大油门出去，一点点的跳脱它都是不允许的感觉。我们把 TC 和运动模式再调整一下吧。这些模式我们把它改到 Sport， 然后退出。刹车给人的回馈和信心感都是不错的。Sport 感觉只是帮你把油门的前段调的比较灵敏，你再来试一下啊。现在就是要温柔一些了，立刻就会温柔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把 TC 给关掉。它行驶过程中是不能够关闭的，本次关闭，对吧 ？OK， 退出。就是对的了嘛，这个出力就很爽了。我现在是Eco啊，后轮的这个稳定性不太好，不过前轮的这个转向的稳定性，因为有太齿的加成，是给的比较优秀的。是一个越野的调教，非常的软。是一个非常极限的这个 ABS 操作啊，后刹很容易就冒死了。看一下把 TC 关掉之后的 Sport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应该会直接跳起来。动力的调教是比800mph感觉是要保守一点点的，前段没有给的那么的激进。轻盈感控制的比800mph要好，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压弯也好，去变线也好。站起来之后骑，感觉是比坐着骑要更适合这辆车的。动力还是在水平线上的。OK， 我们刚才骑完了，整个拉的还是比较暴躁的，也没有找到一些烂路去试它的这个越野。但是整个减震的调教，我觉得在这个车型里面算是舒适性非常好的一个调教了。
然后刹车虽然配的是前后都是杭特的这个上泵和下泵，但整个刹车给人的这个手感和制动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排气整个声音是非常的粗犷的那种，咚咚咚咚咚就往外排的那种。然后看一下整个外观吧。首先我觉得整个外观除了这张脸之外哈，整体的质感是做的差点意思的，这种很硬的这种线条啊，刚才说50的时候也说过，这种硬线条虽然看起来很硬朗，但是在当下的这个工业设计的时代，这种线条显得不太高级，显得像玩具，像那种很廉价的那种塑料的东西才会用这种很硬朗的倒角和线条。包括这块护板没有什么设计，就感觉整个车不知道的人吧，看着这个车像是个3万块钱的，是吧？尤其这个亚光的这个绿色，显示不出来它是一个凯越目前的天花板车型。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车的外观设计的比较失败的，包括这种银色的这种漆面也是处理的不太高级的。那么刚才说过一个硬伤啊，这个地方看这儿已经有划痕了。很多人穿护具，尤其你越野的时候，车架的这个地方是很容易被你的腿和膝盖碰到的。但这个地方接近发动机，然后这颗螺丝非常的外露，第一，车架会被划伤；第二，这一块的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坐垫的话，我觉得舒适性还不错，而且用的一体的这种坐垫，越野佬的话肯定喜欢这种一体式的坐垫。后面是原厂就给你配了这种非常结实的尾架，包括侧面是有这种预留的边架的这种设计。轮圈这些不用说，肯定是真空的辐条轮圈，然后轮胎也是用的是正新的那种偏越野拉力的那种大焦力的这种轮胎。然后前面注意到这辆车是有一个 Fast 的钛齿，然后实际使用的效果来说，感觉阻尼感还是稍微弱了一点点。不过它肯定考虑到越野过程中的这个灵活性，所以说在阻尼调的没有那么的稳，很快的速度的情况下，遇到烂路，车把还是会有一点不太稳定。这边排气的前段已经完全烧蓝了。这边都是这种带钉齿的这种脚踏的设计，完全为了越野所考虑的。OK， 后面的减震看起来像是一个 KYB 的一个可调的减震。那么前面的减震，这个一看上面的这个调节机构就知道是 KYB 的这种压缩回弹阻尼均可调的这种减震。仪表的话，刚才看了整个仪表，感觉功能性不是特别的强，而且这个大黑边处理的有点太大了，这个大黑边。那么整个车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买发动机，然后买一个越野属性的这种越野车，一个大马力的越野车。在 TC 调教和整个工业设计方面，这辆车还是跟800MT 还是有一个不小的差距。不过胜在它轻，然后好玩，就是很原始的那种机械油门的那种感觉。如果是一个硬核的越野玩家，我觉得这辆车是更适合的。如果你是想我有一定的越野能力，想要有800的这种动力，最重要的是要跑长途，要兼顾摩旅的话，我觉得这辆车是不太适合的。